跟了我5年的徒弟，出事后第一单就抢我生意，300万的工程款，他报价180万，直接把我截胡了。甲方给我打电话，王师傅啊，不是我不讲情义，人家比你便宜整整120万，这也是小本生意，实在耗不起啊。我没说，挂了电话。师傅，别怪我，市场就这么残酷。您教我的，生意场上无父子。我看着那条消息笑了。5年前，小陈揣着500块钱来找我，说想学装修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我管他吃管他住，手把手教他水电木瓦油，连我压箱底的验收技巧都传给他了。工友们都说我傻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。我不信，我觉得人不能忘本。前年他结婚，我随了2万块红包，还把我那套电动工具送他了。现在他跟我说市场残酷，行，那就残酷到底。我没回信，也没去争那个客户。工友们都替我抱不平，说师傅，你不能就这么算了，那单子要是成了，你今年都不用愁了。我说没事，让他做。他们不知道，那个楼盘的物业经理是我小老弟。小陈报价180万，听起来很香，可他不知道，那栋楼的水电管线全是老化的，必须全屋重做，光这一项成本就80万。他更不知道，甲方真正在意的是工期，不是价格。老王，你说这次稳吗？老刘，咱们的标书是从每个钉子每块板材扣出来的，300万，保证顶级环保标准，还能给工人留出合理工钱。咱们靠手艺吃饭，不搞虚的。哟，王师傅，您老也亲自来了。我还以为您老这身骨头只适合在工地搬砖，不适合这种高端商务场合呢。现在讲效率、讲资本、讲思维，您那套老掉牙的工匠进城，除了感动你自己，还能感动谁？安静，竞标开始，请各位依次提交标书和报价。不可能，标书一直是我保管的，只有上次你让我给陈飞送他母亲要钱时，标书在办公室放了半小时。你确定报价是180万，并且能完全达到我们的顶级环保标准和工艺要求？我确定，不仅能达到标准，还能提前1个月工期。我的公司采用最新数字化管理模式，极大压缩中间环节成本，不比某些传统工作室。好，飞跃装饰的方案和报价非常具有吸引力，我们会优先考虑。哎呀，瞧我这脑子，王师傅，您老有自己的习惯，这种您未必喜欢。师傅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时代变了，这叫生意，讲究的是互利共赢，谈不上师徒情面。今天我陈飞就在这里说一句，这个单子我不仅能干得漂亮，还陈飞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，当年要不是老王。小陈啊，我教过你榫卯结构，严丝合缝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但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教你，这世上有些机会，外表越诱人，越要守住底线。这个低价的后果，既然是你自己选的，那你就好好承担。老家伙，你已经过时了，你就等着看我飞黄腾达吧。来，为飞跃装饰第一大单干杯，为咱们的发展干杯！祝贺陈总，陈总确实厉害，做事就得有魄力，老一套早就不吃香了。他太固执了，不懂变通。这个报价就是抓住了甲方的需求。陈总，这个价格确实压得低，咱们真能保证利润？少说1半利润。高，陈总这真是高啊！打烊了，明儿赶早。王哥，王哥，今天御景天成2期的竞标，你徒弟陈飞用低价截获了你的单子。王哥，你这步棋，住！御景天成2期那几栋主楼，你还记得它的前身是什么吗？20年前是市一工厂施工动作流的，烂尾了。5年前才被接手改建成豪宅盘。老板为了省钱，整栋楼的隐蔽暗排污管道主供水管全用的翻新类制生铁管，这种管料耐用性差，带上专业的检测设备和质检团队，严格盯着他的工地，材料不合格、施工不规范、违规操作，只要发现问题，就按规矩下整改通知，该停工就停工，按合同规定追究责任。我要让他知道，行业规矩不能随意践踏。王哥放心，我一定严格按规矩来，绝不呼吸违规操作。兄弟们，今天是咱们飞跃装饰大展身手的日子，抓紧时间施工，按计划推进管路铺设，干得好，我给大家发奖金。王建国，我会用结果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。陈总，这是承重墙旁的核心管理井，真要全砸开重新铺管吗？当然，表面用甲方指定的材料，内部管塑选性价比高的，抓紧时间，按要求完成铺设，然后封墙贴砖。只要按规范做好表面工程，验收肯定能过。都听见没？加把劲儿，按计划推进。通了，管路井砸开了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大呼小叫什么？没见过管子啊？这不可能，图纸上明明是5年前新铺的防腐钢管。漏水了，主管道漏水了！
陈总，这楼里的主管道全是20年前被禁的淘汰生铁管，早就锈透了，你咳嗽一声它都能震碎。老李，全部换掉，要多少钱？多久？要把整栋楼墙体里埋了20年的主道咱挖出来，光砸墙就是天文数字，起码300万，工期至少延误2个月。王建国竟然算计我！陈总，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跟甲方解约吧？解约？合同上写的清楚，我们签了免责声明，解约要赔5倍违约金，不能退，退了我就破产了。老李，把总阀关了，把漏水的地方堵上。可是陈总，这管子……闭嘴！谁说要全换了？不换，那一孔水就爆啊！只换表面，把露在墙外能被检查到的管子头全经最后的 PPR 新管接上，墙里的旧铁管全部保留，不要碰。这叫阴阳管，这要吃官司的。以后业主一洗澡，水压上来，墙里的管子绝对爆裂。交房关老子屁事儿！我的任务是应付甲方中期验收，拿第2笔工程款，拿到钱我注销公司跑路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油盐不进，那是钱没给到位。老李，没有用钱砸不开的门，如果有，就砸更多的钱。老王，你还有心思做榫卯？陈飞今早带人进场了，鞭炮放得震天响，那180万单子真让他吃下去了。老刘，你看这榫卯，一阴一阳，互为支撑，严丝合缝，不用一根钉子就能承受1000斤重压，这叫规矩，也叫底气。我都快急死了，你还跟我说规矩？那白眼狼把你底裤都快骗光了。老刘，算算时间，他现在应该已经砸开 B 座性17层那面承重墙了。砸开墙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会发现，他不仅没吃到肉，反而一口咬到了一块埋了20年、藏着剧毒的烂铁板上。老王，你是说那楼里有隐情？你早就知道了？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他现在正疯狂掩盖漏洞，等他拿假东西去闯物业那道关，那就是他被老天爷收走的时候。哟，陈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工程刚开工，过来拜访领导。赵总监在吗？2楼尽头办公室。谢了，美女。1个月几千死工资，6万块砸不晕你？进。赵总，久仰大名，我是飞跃装饰陈飞。初次见面，小意思。工期紧，隐蔽工程验收还得您多多通融。我懂规矩，有我的好处，少不了您的。陈飞，这里是物业总监办公室，不是夜总会包厢。你说的通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走个流程，为业主服务不是？走流程？拿表面 PPR 管掩盖墙里烂透的20年老生铁管？赵总，您会开玩笑，我们怎么可能用生铁管？我不是开玩笑。从你的人今早砸下第1锤，我的人就在楼下承重柱里给你做全面透视了。这就是你的良心工程，用假管子糊弄表面，把安全隐患埋墙里，你这是在谋财害命！这是停工整改通知书，工地全面停工，所有管线必须重新检测评估，拿出完整更换方案，通过审核才能复工。按合同规定，停工期间因施工方违规导致工期延误，将按约定扣除相应费用。这个低价的后果，既然是你自己选的，那你就好好承担。兄弟们都等着开工，工钱也该结了。陈总，实在不行，咱们还是止损吧。不行，管线检测只能看出材质类别，看不出具体标准。咱们用便宜点的普通塑料管，只要外观达标，说不定能蒙混过关。陈总，这不行啊！走，去买一批外观符合要求塑料管，连夜施工。有没有外观和拜达管差不多，价格便宜点的塑料管？有一批普通塑料管，外观相似，价格实惠，但环保和耐用性差点，就要这个，多拿点，今晚就要送货。陈总，这真的不行，不符合项目要求。别废话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快，再快点！天亮前必须把管子铺好封墙。陈总，这管子质量太差，热熔后接口不牢固。是啊，陈总，这管子一加热就变形，根本达不到施工标准。别废话，温度调低，赶紧拼接。外面涂一层密封胶，再用水泥封死。陈总，这管道没固定好，以后容易松动漏水。先封墙再说，只要验收过了，后续谁还会拆开检查？赶紧干活，谁要是敢耽误进度，1分钱工钱都没有。老王，陈飞真的买了一批不合格的塑料管，现在正逼着工人连夜施工呢。不合格的管料，他为了省钱，连基本的质量底线都不顾了。咱们现在就举报，让他抓现行。现在举报最多只是施工违规，他还有机会整改。等他把不合格灌料全封进墙里，你用匿名号码给甲方总部打电话，就说有人举报2期项目使用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建材，请总部派专业检测团队过来。这是要让他彻底暴露。他以为应付了物业检测就没事，却不知道环保检测是绕不过去的坎儿。终于完成了，只要验收通过，咱们就渡过难关了。陈总，这管子的异味还没散，万一检测出来工地有异味很正常，就说是新水泥的味道，通风几天就好了。这次一定能过关。陈总，他们带了这么多设备，是要仔细检测啊，慌什么？按原计划来，跟我下去迎接。赵总，您亲自带队过来了。陈飞，
你的停工整改通知书还没撤销，谁让你私自犯工的？赵总，我们已经把管线全部更换了，特意请您过来验收。赵哥，一点心意，之前是我不懂规矩，这次您跟高抬贵手，只要验收通过，后续一定好好感谢您。收起你的东西，我们是按规矩来验收，不需要这些。陈飞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玉井天成的质检有严格规矩，谁都不能例外。张天柱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们已经按要求更换了管路，你有本事就检测，要是没问题，我要投诉你故意刁难。检测好，我今天就让你心服口服，上17楼按标准全面检测。没错，全套新管线，完全符合要求。陈飞，这就是你连夜赶工的成果。怎么样，赵总监，全新管线符合标准吧？仪器检测只是一部分，还要现场抽检。陈飞，工程质量不是靠仪器蒙混过关的，是要经得起实际检验的。你想干什么？准备现场破拆抽检。退，全都后退，捂住口鼻。毒管子是北校黑市的缉毒回收管。赵总，他这是要害死整栋楼的人啊！陈飞，这就是你说的全新管路。为了省180万成本，你买黑市最下最恶毒的工业废料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错了，把这拆我自己换最好的管子，求求你别上报。第一，整个工地无限期死封，所有人员设备立刻清场，不得带走1颗螺丝钉。第二，根据合同违约条款，因施工方重大过错导致停工，每天扣除工程总款2%作为违约金。第三，我已经报警，并通知了行业质监局的行为，准备去向警察解释吧。王建国是王建国那个老狗教你这么整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们串通好的。我是玉井织成集团总部副总裁，负责工程质检。总部接到举报，说你们使用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建材，看来情况属实。陈飞，你不仅违规复工，还使用不合格建材，严重违反合同约定。从现在起，立刻终止合作，追究你的责任。陈总别乱动，工地怎么样？副总裁报警没？没报警。但比报警还狠，所以什么？快说！必须所有毒管烂管换上全套拜耳牌进口防腐管线，通过欧洲专家复通不过呢？甲方起诉索赔1000万，以危害公共安全罪送你进去，10年起步啊！钱，老李，办出院，马上去哪儿？筹钱吗？筹个屁！200万我去哪儿抢？去找最便宜的，外观跟拜德管一样的国产白管，凑齐数量装满卡车。总你疯了！欧洲专家组亲自检，假管子一测就露馅。专家也是人，只要质检报告、海关单、还证全套文件都是真的，条码扫描也是真的，他们就得认。我需要一套建材的合格手续，包括报关单、检测报告，多少钱都可以。陈总，这可不是小事儿，伪造手续是违法的。我给你高额报酬，你帮我想想办法。那是钱的问题，现在管控很严，所有正规建材的手续都接入了官方系统，根本没法会这样。听说半个月前有人举报了建材造假产业链，现在查得特别严，没人敢冒这个险。又是王建国，走，把我名下所有资产都抵押出去，凑钱买正品管料。我就不信，我连一批正品管料都买不到。陈总，抵押资产风险太大了，要是还不上，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只要能买到正品管料，完成整改，就能挽回局面。张老板，救命的买卖，外头那批拜耳管我全要了，今天必须拉走，现款现结。老板，这要货要的可真急呀！张哥，10万火急，价格好商量，我可以在市场价上再加3个点。只是这批管子我卖不了。张哥，你这我给你加5个点，现款，马上刷卡。陈飞啊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你就是给我加50个点，这管子我也一根都不能卖给你，你自己看吧。这是半个月前品牌大中华区总部下发的最新授权书，以及一份行业封杀令。什么意思？谁？建国环保建材。你再看看第2页。这不可能，他哪来这么多钱？这不可能！老板，有拜耳的管子吗？有是有，你是哪家公司的？飞跃装饰，滚滚滚，没货。李老板，我是陈飞啊，把你的库存匀我点。哎呦，陈总，真对不住，建国总代理那边派了专人每天查账，少一根我都得交10万罚款，我真惹不起那位大爷。陈总，没路了，咱们彻底死定了。还有最后一条路，去总代公司，去求他。来了，小陈啊，昨天在病床上睡得可好？我看你急急忙忙的到处跑，是想要买管子吗？小陈啊，我听说你满世界在找拜耳牌的环保管，怎么玉井天成的单子遇到麻烦了？师傅，我错了，我真知道错了。您大人有大量，能撑船，您就当我是个屁，把我放了吧。不把管子换上，就要告我索赔1000万违约金，我还要坐牢的呀！师傅，看在您教了我5年的情分上，您救我一条狗命吧！师傅，情分？小陈，你记性不太好啊。半个月前的竞标会上，你可是当着全 S 同行的面亲口教导过我。你说时代变了，这叫生意，脚上无父子贵。师傅，我这人老派，脑子笨，咱们之间只谈买卖，不论交情。好，买卖，咱们谈买卖。王总，我要货，玉井天成3栋主楼的全部用量。我这卡里有200万现金，现款现结。您说多少钱1米，我都买。老刘，既然陈总要谈生意，那你作为财务总监，就按规矩跟陈总好好算算账。我累了，去后堂喝茶，你们慢慢谈。陈总，玉井天成3栋楼的主管道用量加上损耗，一共是25000米。德国拜耳环保管本省独家代理，
目前市场零售最高指导价100块钱1米。什么？100块？普通国产管才20，之前的批发价也才80，你卖我100，你这是抢劫！刘叔，刘哥，我卡里只有200万，真的一滴都榨不出来了。您通融一下，先给我发货，剩下50万，等项目交工拿到中期款，我立刻连本带利还您。我给您写条，按高利贷利息算都行。陈飞，你少给我套近乎！当年你母亲做手术，我王不仅借了钱，连我的私房钱都借给你了，你还过1分吗？你这种人的欠条，连擦屁股我都嫌硬。建国建材的规矩，概不赊账，款到发货，少1分钱。你连一根管子都别想拉出这个大门，离72小时死线还有不到30个小时，不买就滚！还有办法，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最后一个。老王，250万他肯定拿不出来，他现在穷途末路，下一步肯定得去借高利贷。高利贷吃人不吐骨头，咱们这么逼他，不把他逼到去借高利贷绝路，他怎么会产生只要交能就能翻盘的错觉？如果他不交工，这出戏的最后一场高潮谁来演呢？真正的地狱才刚刚为他敞开大门。八哥，求您借我50万，就用半个月，半个月后玉景天成的中期款一到，我连本带利还您80万。飞跃装饰的陈飞是吧？你的底细我早查清楚了，车子、房子、公司全抵押出去了，外面还顶着大笔违约金。你现在这情况，拿什么保证能按时还钱？八哥，我马上就能拿到正宗的德国拜耳管链，只要铺好通过专家验收，违约金立马撤销，中期款很快就到账。这是玉景天成的大项目，绝对靠谱，肯定能还钱。50万能借，但规矩得改改。你看这条，第一，日期按规矩来。半个月后，连本带利一共还我100万。第二，签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，把你乡下老家父母那套祖宅的房产证拿来做抵押，话放这儿。半个月后见不到钱，抵押的房子按合同走流程处置。我签！快卸货！老李，让兄弟们连夜干，不睡觉了，就算拼了老命，也得在天亮前把这些针管子全部给我接好封墙。终于活下来了。 Perfect. Authentic Bauer pipes, zero toxic emissions. 既然隐蔽工程全部达标，按照协议，1000万违约金和起诉我们撤销。明天开始，允许你全面分工，进入表面瓷砖和涂料的硬装阶段。谢谢总裁，谢谢总裁。虽然花了250万买管子，虽然借了高利贷，但只要硬装阶段加快进度，拿到180万工程款，就能先还一部分利息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可是千万级豪宅的精装，只要主体过了验收，后面还有大补软装家电进场名额可以操作。王建国，你费尽心机联合物业和甲方给我下套，甚至垄断了材料逼我破产，但你千算万算没算到老子敢拿命跟你赌，我赌赢了，你看到了吗，老东西？你的死局被我砸碎了，我陈飞才是最后的赢家。老王，副总裁签了字，违约金也撤销了，我实在想不通，咱们费了这么大劲儿，把他逼到借贷款买咱们的真材料，现在他全用真材实料做好了隐逸工程，还顺利过了关，放虎归山。老刘啊，你见过一只吞了毒药的耗子还能活着跑出米粮的吗？但他忘了，砸墙时连承重辅助墙基底都震出了裂痕。他为了赶工期应付验收，只匆匆补了一层速干水泥，根本没做钢筋加固，那墙基内里早就跟豆腐渣一样中空了。你是说针管子配空心墙基，下周通水测试高压一开，管子膨胀会把墙体撑裂，造成漏水和结构安全隐患，到时候贷款到期，甲方追责，他插翅难飞。陈总，甲方的人到了。玉景天成是全省重点标杆项目，前几天的材料风波没有，副总裁，您这是？今天通水测试全程录像媒体见证，也算给你们的施工质量做背书。陈总有顾虑吗？用南全省唯一正版拜耳管线，工艺严格达标。总裁您随便测，媒体朋友尽管拍。赵总监，可以开始高压通水测试了。按照豪宅标准，主管道水压需承受1.5兆压力，持续30分钟，无事漏无异常才算合格。好的，放心吧。开阀。大家看，压力已达标准值，墙壁无任何渗水，这就是正版拜耳管线的品质，也是我们严格施工的成果。所有人注意，立刻后退，远离那面修补过的墙，快！张天柱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测试一切正常，你别在这里捣乱。啊！怎么会他？这不可能！陈飞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好好的墙面为什么会坍塌？总裁，这应该是意外，可能是水泥没干后。意外？我看是你违规施工。为了赶工期，墙体砸开后不做钢筋加固，只随便糊一层水泥粗覆验收，你这是拿建筑安全当儿戏。现在媒体朋友都在现场，你让我们怎么向未来的业主交代？立刻启动追责程序。飞跃装饰违规施工造成工程质量隐患，按照合同约定，工程尾款全部冻结，同时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墙地坍塌损失，依法索赔，将事件情况向行业主管部报备，追究其违规施工责任。明白，我立刻安排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陈飞，根据甲方指令，飞跃装饰被禁止进入工地，现场设备材料暂时封存，用于抵扣部分损失。赔偿，我该怎么办？八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工程出了点意外，中期款还没到。这么大的事，全城都快知道了。我来是跟你说贷款的事，你借的50万，连本带利该还了。八哥，再宽限我几天，等我处理完这事儿，我可以一定还钱。你老家祖宅价值不够，也不符合抵押规定，给你3天时间，要么还钱，要么出合法还款方案，否则我们就起诉你。王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小子欠你的钱一共多少？连本带利一共100万。老刘，把钱给他们。王总，您这是？这钱我替他还了，后续你们之间的债务关系就此结清。行，既然王总出面，这事儿就这么了了。师傅，我就知道您不会不管我。当年我妈做手术是您借钱救的她，我结婚您也尽心尽力帮衬我，您就像我亲爹一样。师傅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忘恩负义劫您的担子料，不该假扮要赔，债主也逼上门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小陈，你觉得我今天来是为了救你吗？我替你还这100万，不是原谅你，是不想让你逃避该承担的责任。这栋楼的隐患我早知道，拜尔代理是我拿下的，你补强不加固的问题我也预判到了。你为了利益丢了底线，今天的后果是你自己造成的，该承担的责任躲不掉。法院和仲裁那边的材料，法务已经全部提交了，后续会有专人联系你处理赔偿和责任问题。我知道了。王老先生，这次多亏了您提前提醒我们楼盘的管线隐患，还帮我们甄别出施工问题。现在这烂摊子也只有您能接手修复了，恳请您出山。既然关乎业主安全，我责无旁贷。放心，我会按规范施工，还大家一个安全的家园。老刘，通知咱们库房里的老师傅们，带上咱们自己的建材，带上最规矩的工具，全部进场，让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精装。是。